重生第8章出发。这是第2个人提到那个女人，我立刻想到齐浩洋被救醒时对我说的话。他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皮肤很白的女人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这小子一定是摔傻了，在这个地方想找一个皮肤不白的女人，恐怕倒不那么容易。我记得当时马里欧也在场，但是他并没有表态，后来还在救护车上解释齐浩洋是因为被困产生的幻觉，才说看到了那个女人。我当时就感觉他这么说一定是想掩饰什么，可如此拙劣的假话立刻就被我识破。但我没有当即与他争辩，因为一个不会说谎的人说假话一定有他的考量。是不是那个皮肤很白的女人？我问道。在你们来 S 之前，我见过她一次。马里欧顿了顿，接着道，那是赫曼离开的第2天，我按照嘱咐例行每天的检查，从物理实验室开始，一层一层的向下。你知道，这个电梯是靠生物分子来识别的，所以当时只有我才能打开门。我也确定当时的轿厢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可是，马里欧突然停住叙述，露出一个怪异的表情来。我看到他的额头青筋暴露，微微冒着汗水。他缓了一会儿，接着道，就在我检查完粒子探测器的时候，我顿时感到手臂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它们在动。在动？我重复地问道，脑补着那种诡异的场面。虽然实验室温度很低，但我肯定那是处在高压电场中产生的现象。马里欧道，会不会是设备的原因？因为考虑到物理实验室内有很多可以使粒子运动的仪器，所以我这样问。马里欧却摇头，接着道，我的头发也在动，接着是眼镜、衣服，很快我感觉到我的后背有种麻酥酥的刺痛感。正当我转头向身后看去时，我看到了。只见马里欧的音调越来越高，喉头提到了嗓子眼，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。我压了压手，示意他不要激动，慢慢地说，我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。马里欧几乎是带着哭腔说完了这一句。什么？只有一张脸？我被这句话着实吓得不轻。事后我才从渐渐缓和了的马里欧话中得知，当时他正在检查探测器上的数据，回身看到的是一个黑色的人影。确切地说，除了脸部的一些特征外，身体大概率是他脑补出来的，所以他不能肯定黑色的部分就是他的身体，因为只有一瞬间便消失无影。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只有那张白皙的脸庞。而据他回忆，那个女人出现的地方正是放置玉石的工作台。当黑影消失后，玉石便显现出了异常的光彩，用马里欧的话说便是，它在发出一种勾人心魄的光芒。你认为是他取走了玉石吗？我接着又问道，会不会就是他救了齐浩洋？关于这个问题，然而马里欧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，但他坚信看到的这个女人一定和暗室里有关，而且他确定那不是幻觉。与马里欧对话中还有一个细节，他强调这个女人出现之后，赫曼就失去了联络，以致后来齐浩洋再次提到她，
接着就是玉石神秘消失，这让他觉得赫曼一定是遇到了危险。然而赫曼走前匆匆交代过马里欧，绝不能让人靠近玉石，一旦出现状况立即与他联络。但赫曼的卫星电话始终没有应答。我觉得这就是他认定这个女人是暗势力的原因。因为没有证据，我也不便与他争辩，只好问他接下来作何打算。然而马里欧的想法很明确，由于玉石失踪，赫曼生死未卜，他的意思便是即刻动身去 C 岛寻找赫曼。当时听得他这样说，心脏还是免不了咯噔一颤。我的纠结在于2个方面，一来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C 岛，究竟路上会遇到什么，发生什么，根本无法预知。再者，我即便没有答应马里欧我会尽力帮他，我也无法做到让他一个人去 C 岛，除非他在我不知道的情形下离开。那样的话，如果他遇到什么危险，我还是会陷入无尽的后悔与自责。毕竟他与赫曼曾是我和齐浩洋的救命恩人。所以我思考了片刻，便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我和你一起去。从眼神中看得出，马里欧的心情瞬间有所波动，而我却接着道：但是今晚不行，至少我们要有所准备，而且这里也需要安排一下。我望了望齐浩洋的客房，马里欧也缓缓地点着头。当我走进齐浩洋的房间时，他正躺在一个特制的支架上，没有睡觉，视线望着某个角落发着呆。我似乎想起来时的飞机上，他也是这样的眼神，凝视着远方。当晚我们只聊了一会儿，便各自沉默。我以为他会竭力阻止我与马里欧的行动，但这次我猜错了。他听完我的计划后，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，除了一句多加小心之外，没有再说一个字。我不知道他此刻的想法，以及究竟为何而感伤。他只是解释说，最近总会出现即视感，有种分辨不清现实的错觉。自从见到那个女人后，就好像这一切似曾相识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只好安慰道：一定是你受伤导致的急性应激反应，你就别多想了，放松心情，过段时间就会过去的。我想到这里，开始担心他以后是否会出现应激障碍。毕竟作为内陆人，在这种级别的雪崩面前，不生一丝畏惧，怕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会这样说。齐浩洋冲我苦笑着道：我当然能听懂他的意思，不过他能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也算是一种进步了。怎么，还惦记着那女的？我笑着道。而齐浩洋的表情却突然严肃了起来。他道：只看过她一眼，但是我竟无法忘记她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我的脑子里就全是她的样子。是吗？那你跟我说说她长什么样？我好奇地问。我说不清。齐浩洋紧闭双眼，努力地回想着道：虽然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她，但是那种感觉就是很难描述。她的皮肤很白，似乎是没有血丝的那种白，但看得出肌肉很有弹性，年龄应该在25岁上下。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？我问道。我没有看清，因为当时只看到她的侧脸，但是我看到她的睫毛很长。我想，她一定有一双非常动人的眼睛。齐浩洋说着，眼神中显出一丝莫名的期盼。